公园服全新快捷发言系统演示。这边来看一下公园服新上线的快捷发言系统啊。首先是点击这个常规的发言，可以看到比以前的话多了一些区选角色组合跟技能的类别啊。就是你们除了常规的一些发言可以发之外呢，现在的话，比如说像区这个位置，监管者在哪里？我们点击之后呢，可以选择这边给到的一些方位啊，比如说点这个之后，监管者在小屋，这个小屋在哪里呢？我们点一下这个地图，可以看到小屋的话，也就是小木屋这个位置啊。然后区域这边的话，我们除了这个选择那个地点之外呢，还可以在小地图这边标注。我们点一下这小地图，点完之后，我们点到这个教堂，监管者在教堂位置，然后还可以那个点这个语音说出位置，比如说我们说侧门，这时候会把这个侧门全都勾上。这时候我们可以选其他位置，说我要去侧门，侧门在哪里呢？这侧门的话，我们找一下，这侧门的话，也就是小门这个位置，在小门这个位置。然后就是除了这些勾选之外，还可以点这个定位啊。点完这个定位的话，我们需要拖拽，拖拽的时候我们可以选，看那个左上角这边还有一些方位提示，说这个位置侧门，我们往前走一点是小屋，再往前是北危墙。可以看到这个位置有一个地点的一个提示，然后我们拖到那个大推是南危墙，然后红毯，选择红毯，监管者在红毯位置，这个感觉还挺有意思的。比如说我要去某个地方，我们拖拽之后，比如说我们要去那个大门，拖到红毯的花园位置，可以看到它这个会显示我要去红毯花园。那这个语音快捷发言是干嘛的呢？我们点击之后，比如说我们点击这个我要去红毯花园，这时候它会把一些相关的东西给浮现出来，比如说我要红毯花园牵制，我要去红毯花园破译，我在红毯花园，这些会有一些相关的快捷发言给显示出来。然后还有这个地下室在哪里也是可以那个显示啊，不过它的地下室有些问题啊，地下室在教堂，地下室在侧门，这个挺有意思的。它这边还可以那个，比如说某个位置离的电机有较多进度，比如说小屋这个位置密码机有较多的进度，可以让我们去补电机。大家可以大致的预览一下这个区域的一个快捷发言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角色，这个角色呢就是求生者跟监管者啥的。比如说监管者是某个角色，我们可以选，比如说监管者是速闪之魂，当然我们也可以选别的。虽然说这局的话是小丑，这个快捷发言更加精准了一下。然后监管者在追谁？追医生。这个医生是谁呢？就目前有2个医生，所以是追谁的呢？它这个很有意思的，比如说我们选择一个之后呢，它这个剩下的会帮我们自动填上去啊。比如说我们要去救人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把这个勾选到我们自己。它能勾自己吗？勾不了自己吗？有点意思哈，它为什么不能勾自己呢？清空选项，那只能说什么我去救人是吧？我去救人，我不救人，暂停破译，我去救人。他不能发那个先知去救人，这个有点尴尬，他不能选自己。然后我们这边再看一下，谁来摸我？医生过来摸我。然后医生从小门逃生，从大门逃生。医生你发下位置。他这个角色这一类别的话，感觉还挺单一的。然后我们来找一下这个组合，监管者在危墙位置是医生，医生去破译那个危墙废墟的密码机，这个要结合小地图啊。危墙废墟是哪里？危墙废墟的话就是中推啊，在这里。
在那个中推那个位置，需要我们结合小地图去使用。还有什么医生去破译哪台电机之类的，挺有意思的。我们点一下这个场景内标记的话，它会弹出那个，这个有点小问题啊，会有弹出这个定位。最后的话还有这个技能，这个技能的话我们来看一下，监管者的闪现冷却结束，这个挺不错的，这个挺实用的。监管者使用了闪现，然后监管者传送到了哪里，这个也可以发。然后小心闪现，监管者携带某某某技能，我使用了疫苗。还有这把是有囚徒，对不对？然后可以看到技能这栏的话，会有相应的一个囚徒的一个快捷发言，比如说会连接通路上的密码机，有一些专业的名词啊，这些的话得要玩家去熟悉。然后我们可以选择一些监管者，比如说这把是小丑，我们选小丑的话，它会有一些小丑的快捷发言，比如说监管者安装了钻头推进器，我被钻头命中了之类的。也可以选一下鹿头啊，鹿头小心小木那边的陷阱会有一些提示啊。然后再说什么教堂的陷阱被拆除了，那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语音说出这句话，教堂的陷阱被拆除了教堂的陷阱被拆除了，小心教堂的陷阱，大概是这样啊。或者是我们说教堂，我在教堂，我要去教堂，监管者在教堂之类的。它这个需要我们去点一下，让我们点一下它那个不能实时的识别。如果实时的识别的话，确实有点小问题啊。让我们去点一下，那这样子的话还是跟普通的那种一样，就在遛鬼的时候，比如说我要鸟，那你要点一下说我要鸟，我要一鸟，这边没有，可能是因为这把没有先知啊。虽然说我们是先知，但是只有队友才能发，应该，因为一鸟的话我们自己可以发了。好了，大概的话就是这个内容，我们下期视频见吧。拜拜。